今年8月份，缅甸果敢那边的枪声熄灭的当天晚上，当时我跟咱们的成都军区的一些军区的领导，我就说，军委不下命令，你们应该主动行动嘛，你佯动一下也可以啊。当然，后来打得比较惨了，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实际上，我们是被缅甸的军方暗算了。这是空军大校待续在2009年果敢88事件后传出的一段演讲稿。根据当时披露的内容，这个事件发生的比较突然，中方都没有来得及反应，而缅甸军政府显然是有预谋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知道彭家声在1989年脱离缅共之后，自立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，也就是现在的果敢同盟军。与此同时，中部军区副司令鲍有祥、815军区司令林明贤、101军区司令丁英也发动兵变脱离缅共，在各自地盘组建军队，缅共随即瓦解。4家兵变之后，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，联合起来向缅甸军政府讨价还价。经过交涉，原来的东北军区改编为善邦第1特区，彭家声任主席，成为果敢王。其他3家也在各自的地盘自立为王，成了我们现在已知的佤邦、勐拉和克钦邦。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容易结束，不论是缅共还是缅甸军政府，一直都有大缅族主义，不会容忍缅北一直存在国中之国。协议的墨迹还没干，缅甸军政府就动手了。1992年，缅甸政府派原先的果敢土司杨茂良回到果敢，召集旧部对抗彭家声。彭家声的部队很多人都是原来杨家土司手下，直接叛变了。彭家声不敌，带着残部600多人投奔勐拉主席林明贤，而林明贤是彭家声的女婿。1995年，果敢再次发生内讧，驻扎在蒙古的128师副师长李尼门发动兵变，举兵反杨。彭家声抓住时机，在佤邦联合军、山东同盟军和克钦独立军的支持下，重新入主果敢，结束了杨家在果敢统治。然而在果敢内讧之时，缅军已经趁机抢占了老街至清水河一线制高点，彭家声不敢硬抗，只能默认了这种现状。这种分庭抗礼的状况持续到2008年，缅甸政府变本加厉，通过修宪要求在2010年大选前改编缅北武装为边防营，派驻官员监察，进一步削弱果敢特区的权力。这一行为引发了彭家声的不满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直接诱发了导致果敢变天的88事件。2009年8月8日，缅甸政府军以搜查毒品和果敢私自造军火武器为由，大举增兵果敢与同盟军交战。而在88事件之前，缅甸军政府已经背地里策反了彭家声手下的4员大将，分别是同盟军副司令白所成、政法系统一把手魏超人、果敢副主席刘国喜以及果敢县长明学昌。彭家声直接被架空，只能辗转流亡海外，后来又在果敢东北的红岩乡打游击，暂时站住脚跟。缅甸军政府最高领导人敏昂莱当时还只是金三角区域司令部指挥官，他也是在这个事件后被重用提拔的。按照88事件后续发展来看，缅军方显然是以缉毒为借口有备而来的。金三角的毒品问题，如果从历史溯源来看，是1825年英国人强迫当地少数民族种植罂粟开始的。而在缅共时期，为了以毒养军，彭家声等多位军阀又在这一地区公开贩毒。80年代以后，果敢80%毒品都流入中国，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很大伤害。彭家声因此而被中方通缉，这让缅甸军政府看到了机会。后来随着中方对毒品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，缅甸各方也开始配合。白所成当时除了担任果敢同盟军副司令，还主管政法禁毒工作。缅甸军方虽然没有搜到毒品加工厂，但在羊龙寨发现了一个武器加工厂。缅军正式通缉彭家声，导致两军对峙。原本在各方协调下，局面开始缓和，果敢百姓也开始返乡。但在2009年8月27号，双方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冲突。缅军方面指控彭德仁带兵抓捕并杀害了17名缅甸警察。随后缅甸大军压境，武力控制特区首府老街。从事后传出的照片来看，却有缅甸军人惨死，但到底是彭德仁方面下令的，还是白所成等内部叛变人员蓄意制造的事端？双方各执一词。随后经过8月27日至8月30日连续3天的武装冲突，共造成几十名政府军和果敢同盟军死亡，17名平民遇难。彭家声彻底失势，赶走彭家声后，缅甸军政府论功行赏，叛变的4个人在缅甸政府的支持下，再加上原本的果敢首富刘阿宝，形成了果敢5大家族。果敢改特区为自治区，实行缅文教育。白所成任果敢自治区主席。由于受到全世界的抵制，缅甸的毒品交易这几年有所收敛，但这些缅甸军阀又明目张胆搞起了电诈，专门坑害中国老百姓。有一个问题对我们理解果敢88事件有所困扰：为什么彭家声手下人这么容易被策反？原本白所成、魏超人、刘国喜、明学昌都是彭家声一手提拔上来的，照道理应该心怀感恩才对。根据本人的理解，一方面是当时在成立特区后，从管理军队到搞经济建设所需的能力不同，从而引出了各种社会矛盾。
再加上彭家声开始配合禁毒，做掉了大毒枭刘明，引起了刘阿宝等既得利益者的不满。另一方面，经过多次事变，彭家声对军队的掌控力开始减弱。彭家声家族又在此时搞集权，想让彭家的5兄弟全面执掌果敢的财政军大权。于是彭家声安排老三彭家富担任同盟军总司令，老四彭家贵担任执法处长，同时扶持长子彭德仁接管军队指挥权，三儿子彭德礼担任财政部部长，将老部下一一排挤出局。就在88事件前夕，同盟军副司令白所成也被罢免了职务。这应该是老部下被集体策反最直接的原因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013年在红岩乡重新打游击的彭家声和彭德仁，经过反思后成立了缅甸民主正义党，在果敢同盟军中设置政委，有胆领导军队。另外，根据彭家声方面的说法，当时缅甸军政府急于跟美国和印度搞好关系，证明不是中国制造的傀儡，所以向果敢痛下杀手，同时也是试探中方的反应。确实，从2009年奥巴马上台开始，美国的对华战略开始转向，由原先的相对开放改为围堵中国，而缅甸是地缘政治中重要的一环。88事件之后，美国改变了以往的价值观，开始对缅甸军政府示好，派了副国务卿访问缅甸。紧随其后，日本政府向果敢方面提供了75万美元援助款。14年后的今天，果敢冲突再起，果敢太子彭德仁率领同盟军打着反电诈的旗号，又重新打回了果敢，与背靠缅甸军政府的4家武装争夺果敢的掌控权。这次缅军方似乎有意再次试探中方的反应。1027行动后1个月，缅军炮火波及中方一侧的木界口岸，数十辆货车和商品被炮火摧毁。解放军南部战区随即宣布在中缅边境举行实战化演训，旨在检验战区部队快速机动、边境风控、火力打击能力，展示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、边境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决心意志、圣战能力。